当天晚上，张某就梦到了一组号码。嗨，我是牛，欢迎来到挤出说。在人们的认知里，寺庙不是拜佛就是拜神。千百年来，大众都把寺庙当成是与神明沟通的地方，在庙里设供焚香，祈求神明庇佑。此举既向神明表达了夙愿，也让人们在心灵上得到了一些慰藉。老爷保好，老爷保好。民间更是流传着一句古话：进庙就磕头，见佛便烧香。但是有些庙可千万不能乱拜，那就是阴庙。可能有人听过这个说法，庙有阳庙和阴庙之分。我们潮汕地区最多的就是妈祖庙，还有关公庙、祖师庙等等。像这些被玉皇大帝和人间皇帝册封的神仙，或者道教典籍中有记载的神仙，都称为正神。供奉这些正神的庙就是阳庙。阴庙则是供奉除正神以外的那些无人侍奉的鬼魂。左传中有提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就是鬼若有安身的地方，就不会变成厉鬼。在古代，有很多战死或无故死去的人，为了安放他们的灵魂，人们就会修建一些阴庙来让这些鬼魂安家，不让他们伤害别人。民间甚至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这些鬼魂由于没有像正神一样受到天规天条的约束，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实现愿望。你敢要，他就敢给，但是实现这些愿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一件由于拜阴庙遭反噬的离奇事件。2003年，台风杜鹃登陆台湾，这场台风当时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台湾彰化的花农张某就是受灾人之一，他所经营的农场一夜之间惨遭摧毁，最终导致整个农场倒闭，欠下巨额债务。债主和供应商们纷纷过来追债，还钱！作为彩民的张某，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下重注买乐透，搏一搏吧，买！这人疯了吧？可霉运当头的人会那么容易中奖吗？答案当然是不会。该怎么办呀？就在这时，身边的朋友给他出了一个损招：拜阴庙。听说阴庙很灵，你也去试试吧。走投无路的张某一听到有办法解决燃眉之急，二话不说就跑到当地有名的有应公庙去拜拜，边拜还边发誓，只要让我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张某心想，如果连这一关都能扛过去，还有什么代价是不能付出的呢？当天晚上，张某就梦到了一组号码。果不其然，张某在第二天按照这组号码买了乐透。要这组号码？好的好的。这疯子又来了。结果竟开出了一个头彩。据报道，有5000多万新台币，折算人民币大概1100多万。张某一夜翻身，不仅用这笔钱还清了债务，还买了轿车，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张某上高三的儿子就因一场离奇车祸不治身亡。2003年11月4日，台湾的新闻媒体分别以车道口停车滑动驾驶下车被碾成重伤，离奇车祸高中生挡车遭碾不治为标题，对此事件做了报道。而在此事故中不幸身亡的这名学生，正是张某的独生子。昨天夜里，台北市发生了一起离奇车祸，一名高3学生开车外出时，突然在车道口停车，准备下车拿东西，这时轿车突然下滑，该同学企图徒手挡车，结果被自己的车辆碾过，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现场事故全程都被监控器拍摄下来。悲痛万分的张某在向警方了解事故原因时，警方向其出示了2张监控视频截图。请节哀，这是事故现场的图片，你看一看。看到图片的张某突然怔住，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110322414748，这正是张某梦到的中奖号码。张某这才明白，这绝对不是巧合，原来他所得到的这笔钱财是用自己儿子的命去抵的。可能有人觉得这件事听起来很诡异，但它却是真实发生的。不过，阴庙在中国大陆地区并不多见，但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就相对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赌博类的彩票六合彩非常流行，很多赌徒为了走捷径发偏财，纷纷涌入到各种阴庙，都只为了一件事，求取名牌，也就是让阴神把中奖号码告诉他。有些赌徒会将要下注的号码写在纸钱上，再拿到阴庙去烧掉，他们深信这样能够得到加持。也有赌徒会将纸钱贴在庙里的蜡烛上，试图从纸钱的纹路中看出中奖号码。而那些看不到号码的赌徒，连出门一片落叶落到自己头上，都能从上面重铸的痕迹中研究出疑似数字，并坚信这就是阴神给他的提示。可见当时的阴庙有多热闹。许多乡间的小庙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这些赌徒修建成了规模较大的庙宇。阴庙大多打着有求必应的旗号，有些还会挂上醒目的红布条。比较有名的阴庙还有姑娘庙，那些还没出嫁就死掉的女子，因为是孤魂野鬼，所以就替他们盖一间庙，让他们有栖身之处。如果有男子去乱拜，被某位女鬼看中，他就会跟在你身边缠着你，直到你娶她为妻才能了事，这也就是冥婚。潮汕一直都是一个很迷信的地方，小时候奶奶总跟我们说，经过庙就要拜一下，但当有了自己的认知之后，就觉得拜拜这种事还是稍微尽力一下就好。特别是到外地旅游的人，你并不清楚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不知道那座庙背后的故事，你或许可以怀着尊重的心情拜一下，礼貌地打个招呼，但不要见神就求健康求发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拜的是阴庙还是阳庙。万一你求到的是阴庙，你敢想象自己会被换走什么东西吗？